同学们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学习舌诊之望舌苔。舌苔是指舌面上一层苔状物，由胃气蒸腾水谷之气而产生的。正常的舌苔为薄白苔，颗粒均匀，干湿适中。由于患者的胃气有强弱，病邪有寒热，所以可以形成不同的病理性的舌苔。所以我们通过望舌苔可以来诊断胃气的有无以及病邪的性质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第一个部分，就是望苔质。苔质是指的舌苔的质地和形态，它主要观察舌苔苔质的厚薄、润燥、phủ粒、剥落、偏全和真假等方面的变化。我们先来学习薄苔和厚苔。薄苔是指的透过舌苔能隐隐地见到舌体的舌苔，又叫见底苔。厚苔是指的透过舌苔不能够见到舌体的舌苔，又称为不见底苔。我们看这两张图，左边的这张图就是薄苔，我们可以透过舌苔看到舌面上面的舌乳头以及舌基的部分，这种舌苔就是薄苔。而右边的这张图是厚苔，我们透过舌面上的舌苔，尤其是透过厚厚的舌苔，看不到舌下肌肉的部分，这种舌苔就是厚苔。厚苔和薄苔主要反映邪气的盛衰以及邪气的潜生。薄苔首先是有苔，所以它是有胃气的。其次，薄苔是正常的舌苔或者接近正常的舌苔，因此即使有病，病情也不重。所以薄苔通常见于表症初起、拟症病情轻浅、胃气未伤的病变。厚苔首先也有苔，表明有胃气，正气尚充足。其次，厚苔一定是有病变的，而病变一定是来自于邪气，通常与宿食急剧或痰湿停聚有关，所以厚苔主要见于里症。相对于薄苔而言，厚苔的病情是比较重的。厚苔和薄苔可以随着病情的变化而相互转化。如果舌苔由薄转厚，通常表明邪气由浅入深，由轻到重，病情是在加重。如果舌苔由厚转薄，通常表明正气盛邪，病情减退，疾病在好转。我们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。比如第一个例子是病情初起时见薄白苔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舌苔不断加厚，变成黄厚粒苔。舌苔由薄转厚，说明了邪气渐渐的入里化热，这是病情加重的表现。而下面这个例子，舌苔原先见于黄厚连粒苔，邪气较重，湿热比较明显。通过清热化湿治疗之后，舌苔渐渐的变薄，介于正常的薄白苔，说明清热化湿的治疗是有效的，病情在好转。所以厚苔和薄苔随病情的变化而发生转化，由厚转薄，病情在减轻；由薄转厚，病情在加重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润苔和燥苔。润苔是指的舌苔润泽有津，干湿适中，不滑不燥；而燥苔是指的舌苔干燥，闷之无津，甚则舌苔干裂。润苔和燥苔主要反映体内的津液盈亏和输布的情况。润苔，正常人可以见到润苔，表明津液是充足的。病变时也可以见到润苔，那这是什么病呢？什么病不会损伤津液呢？答案是寒邪和湿邪这一些阴邪引起的寒症和湿症，它不会损伤津液，因而也可以见到于润苔。而燥苔表明津液已经受伤，比如
热症或者是燥症，会损伤津液而出现燥胎。另外，阳虚津液不能上沉到舌面上，也会表现出干燥。这种阳虚津液不能上沉，是我们通常容易忽略的一个原因。润苔和燥苔也会随着病情的变化而相互转化。如果舌苔由润转燥，说明第一，热邪在加重，损伤了津液；第二，阳虚在加重，津液失去了输布。所以由润变燥通常是病情加重的表现。如果舌苔由燥变润，说明第一，热邪在减退，津液在恢复；第二，阳气回复，饮邪已经被蒸化，这是病情好转的真相。所以润苔和燥苔随病情的变化也会发生转化。由润变燥，病情是在加重；由燥变润，病情是在好转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习腹苔和痢苔。痢苔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舌苔，尤其是在中国南方。痢苔是指的苔质颗粒细粒而致密，开之不去，刮之不易脱落的一种舌苔。看这几张图，图中显示舌苔都很脏很厚，而且有一层油腻腻的感觉。这种舌苔的颗粒细粒而致密。在生活中看到这种舌苔的人，有很多人就会想用牙刷去刷，但是刷不掉。这种舌苔叫做痢苔。下面这张图，舌苔的颗粒比较粗大，像豆腐渣堆积在舌面上，根底松浮，开之易去，或成片脱落。脱落之后，舌体光滑，这种舌苔就是腹苔。痢苔和腹苔都是舌苔上堆积了很多苔状物，这个苔状物都与湿浊、痰饮、饮食极滞有关。腹苔的形成多因阳热有余，胃中浊邪上犯，聚集于舌面而形成的，主食积胃肠，痰浊内蕴。如果腹苔的舌苔成片脱落，脱落之后舌底光滑，表明这种腹苔是胃气衰败的表现。而痢苔刮之不去，开之不易脱落，表明胃气充足，但是邪气亢盛。这个邪气主要与湿浊、痰饮、饮食极滞等阴邪有关。在中国南方地区，由于湿气较重，所以痢苔是非常常见的舌苔。由于湿浊、痰饮、饮食极滞这些阴邪堆积在舌面上，本来的颜色应该是白色，阴邪邪气重，则舌苔苔质通常偏厚，而阴邪不会伤津，则舌苔质地是润泽的。因此，痢苔的完整描述应该是白、厚腻而润苔，通常简称为白痢苔。如果白痢苔由白转黄成为黄痢苔，则表明湿浊、痰饮、饮食极滞已经化热，而为湿热、痰热或食积化热的真相。第四种是剥落苔。剥苔是指的舌苔全部或部分的剥落，剥落处的舌面光滑无苔。我们来看这张剥落苔的图，这张图的舌面上有少许舌苔，而且看起来不牢固。如果被压舌板给刮掉之后，舌面上就没有舌苔了。因此，剥苔又可以描述为少苔或无苔。内剥苔是指的舌苔剥落处舌面不光滑，仍有新生的舌苔颗粒或舌乳头可见。剥苔和内剥苔通常都见于虚症，与胃气不足、胃阴枯涸或气血两虚有关。因为我们前面讲过，舌苔是胃气熏蒸、胃气上潮而形成的。有舌苔就是有胃气、有正气。舌苔剥落表明了胃气、正气亏损。如果舌苔完全剥落，表明正气亏损严重。剥落苔是哪一种正气不足造成的？这需要根据舌色的变化来判断。比如这张剥苔图，
整个舌质的颜色是红色，所以有热；而舌苔少甚至是无苔，表明有虚。因此，舌红苔薄或舌红少苔或无苔是有虚又有热的真相，所以这是阴虚火旺的典型表现。如果舌淡苔薄而出现内剥苔，通常是由于血虚和气血亏虚所引起的。如果舌苔完全剥落，舌面关节如镜，称为镜面舌。镜面舌有两种，一种是红色的镜面舌，由于舌苔完全剥落，正气大亏。红色的镜面舌为胃阴枯涸、胃阴大亏的表现，属阴虚的重症。另外一种是白色的镜面舌，舌色黄白如镜，甚至毫无血色，通常为营血大亏、阳气将脱的危重症候。镜面舌不管是红色的镜面舌也好，还是白色的镜面舌也好，它们都属于人体的正气严重亏损所引起的病症。还有一种剥落苔叫做地图舌，它是指舌苔不规则的剥脱，边缘凸起，界限清晰，形似地图，部位时有转移。地图舌通常是由于胃气、胃阴不足所导致的。观察舌苔的有无、消长和剥落的变化，不仅能测知胃气、胃阴的存亡，还可以反映邪正盛衰，判断疾病的预后。如果舌苔从有到渐渐的剥落，表明正气也在渐渐的亏损。如果舌苔从剥落以后又慢慢的长出了薄白苔，这是邪去正盛、胃气渐渐恢复的好的征象。下面我们用这两张图来说明正常舌苔和镜面舌的区别。因为有一些人在描述自己舌头的时候，说自己舌面上面没有舌苔，其实他所表达的没有舌苔，是指的这种薄白苔。薄白苔和完全没有舌苔的镜面舌的区别是，薄白苔是舌面上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舌苔，尤其是可见到有颗粒状的舌乳头。而镜面舌上面没有舌苔，而且颗粒状的舌乳头也是完全见不到的。薄白苔是属于正常的，说明正气充足，而且没有邪气；而镜面舌是属于正气大亏。红色的镜面舌属于胃阴枯涸，白色的镜面舌是营血大亏、阳气将脱之象。第五种，我们要看偏全苔。全苔是指的舌苔遍布舌面，偏苔是指舌苔仅仅只是布于某一个局部。全苔通常为邪气弥散、湿痰、阻滞所引起的病症，而偏苔表明舌面所分后的脏腑有邪气停聚。比如舌苔偏于舌尖，表明邪气入里未深，而胃气已经受伤；舌苔偏于舌根，表明外邪虽然退了，但是胃滞依然存在；舌苔仅见于舌中，表明痰饮实浊停滞在中焦；舌苔偏于左或者是右，因为舌两边对应的是肝胆经，所以它与肝胆的湿热有关。第六也是最后一个，就是真假苔。真苔是指的舌苔紧贴在舌面，不容易刮去，又称为有根苔；而假苔是指舌面上舌苔不紧贴于舌面，容易被刮掉，刮掉以后再也没有舌苔，可以见到关节的舌面，又称为无根苔。如果假苔完全刮去之后，就称为镜面舌。真苔和假苔对于辨别疾病的轻重预后有重要的意义。真苔表明了有胃气，当疾病的初期和中期时，见有厚厚的真苔，表明胃气壅实，病情比较深重。久病见真苔，表明胃气仍然存在；而假苔表明了胃气匮乏。新病见假苔，表明邪气渐聚，病情比较轻；而久病见假苔，表明胃气匮乏，病情较重。
以上是望舌苔的胎质的内容。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舌苔的胎色的内容。同学们，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